既然不能泯灭你的仙身，那你就用我的身份，永远躺在这神官林中吧。把践踏过我的人踩在脚下的感觉真是痛快。杀了还清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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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，所有无辜牺牲者的公道，我们将一并讨还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，不自量力！应渊，你的棺木不会派人打造的精致一些？不自量力，狂妄自大。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切吗？谢谢朱青让吾饱食一顿，该是吾回馈给朱青的时候。吾一日为帝，终生是这三界之主。待吾除掉了应渊等人，必会解了这乾坤隐之缚。到时，归顺吾者，升仙阶赐仙力；违逆吾者，即刻受死。众卿家好好想想。众将听命，当守武功骑兵之力，护卫诛仙。是。还清，天界不是你的天界，天道自在人心。是吗？还清，你是不是觉得三池、风柱、晨光同时一寒？严旦提出，将冰魄寒蝉注入众人仙灵之中，付出这般代价，皆是为了你。我们如此有耐心地听你回忆往昔，亦不是白等。别人的东西不能抢，你以为你吸收的是仙力，其实你吸收的是寒毒。你们以为这区区寒毒就能伤得了我吗？还清，你屠我九七一族，杀我师父，又残害南海，你的命百死不足以偿还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即便是弱小的汉旦之花也会反击，你休想一手遮天！窒息竟然服用了散灵丹，
散灵丹至阴至寒，唯有魔像的地火才能消解。玄香，连你也质疑我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服用了散灵丹，你自杀是假，用仙灵成地火，为的就是可以解开他身上散灵丹的毒。原来你心上之人，从来不是柳微阳，而一直都是他。子期，你为了他，竟然做到如此地。我们的相知、相遇，都是你跟他设计好的，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创世之战后，你便将他收入了天机阁。原来你做的这一切，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无欲则无求，无求之人，如何守护这三界众生？我与小气想创造的，才是最好的天界。当年你为了我，自愿继其而死，今日两难局面再现，小七，终究是我负了你。邪神玄香淡泊名利，利益难以撼动其心，唯有以情获之，才能有这一线希望。既然邪神玄香早已引得魔界各长老不满，此番和朔华长老联手，更可增其下之愿。小七，为了我的大业，你牺牲至此，可曾怨我？是我们的大业，我早已受够了九重天的清规戒律，只愿你能够颠覆六界，重定秩序，与你共度这1000年。我早已死而无憾。好，只要仙魔大战被挑起，我一定护你周全，让你平安离开。总有一日，我要牵着你的手，漫步在这瑶池的阳光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的。这900年，你是否得偿所愿？虽是大功告成，但是岁月悠悠，寂寥难耐。那份珍惜，那副容颜，再也无人触及。
现如今你已回来，我再无遗憾。小七，永远别离开我。欢姐，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你爱权力胜过我。不要！子期！子期，你可以不爱我，可以欺骗我，但你为什么要再一次死在我面前？我不准你死！寻香，小七，欢姐，欢姐，欢姐。欢姐，只要我在你心里真实的存在过，停留过，哪怕万死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欢姐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子期，要让你们所有人为小七陪葬！
没事吧？有你给我的平安符，当然没事儿，放心吧。一定小心。小心！你的永夜功练得还不到火候，就想拿它来对付我，太自不量力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龙爪之刃是替枉死的先烈还你的。云墨，你们竟然偷袭我！对付你这样卑鄙的人，自然要用这样的方式。我与你相识万年，却从未真正的了解过你。情与义，从此以后如此手作废。如与我的生死早已不可同存，这只手臂，我早就想还你了。就算没了3大神器，你们照样不是我的对手。桓谦吸取了4位上神的完整仙灵，加上他这些年的修炼，如果他能不断的从魔像中攫取魔力，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杀死他。只有切断源头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你干什么？刘英，刘英，你要做什么？刘英，刘文阳！子期，哪怕往昔皆是谎言，但能够遇见你，也是我不幸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。刘维阳，快走！妖石所在的天域就要塌了，保护众仙！云的，别废话，我要
见帝尊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我是冤枉的！放开我！让我见帝尊！我冤枉！环清县仍在九重天上的眼线、铜党皆已捕获，其余逃下天界者，已知会所有凡界地仙。妖族之首于墨与四海龙尊皆已发出通牒，全力追捕，违抗者斩。如今三界遭此大劫，天界仙君死伤过半，多处天宫仙阁惨遭叛逆洗劫，损毁严重。伪帝窜逃，他日定会卷土重来。天界一片混乱消沉，九重天就剩下你一位上神。这腰带伴了帝君2000年了，你们竟然如此不小心！是谁摔坏的？仙师长，仙师长，我是玄心崖的颜淡，此物是我摔坏的，跟芷溪无关。你低阶仙士擅闯此地，摔坏帝君之物，必须跟我回隐虚天宫领罪。这玉带虽然不是副长室砸的，但毕竟是副长室看管不严所致。帝君和妙法阁的总长室那边，我也不好隐瞒。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勿责怪姐姐。此事还要看帝君如何处置。走吧。颜淡，放心吧，姐姐，没事的。晚上等我来取仙境筑基哦，等我。元帅，妙法阁长室思璇所盗法器已被魔族转移。你速去找应渊帝君，让他务必拦截住丢失的法器，否则此战难以平息。是。山一长老，你挑动魔族内乱，若今日交出法器，我会留你一条全尸；否则，我只能顺应天命，除魔卫道。这九重天最强的法器都在我手上，休想让我束手就擒！解阵，诛杀帝君！修罗图腾，仙界的帝君竟然是修罗所制好。我想你的身世今日也该告诉你了。你乃是上古恶灵之首修罗族，和仙界仙子所生。你额上的黑纹，便是修罗族的图腾。那我的母亲呢？当年你的母亲被你父亲蛊惑，她在生下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被利用了。于是她选择了以身殉道，和你的父亲同归于尽。在临终之前，
他把你交给了吾。应渊，你本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，但当时你太年幼了，吾不忍杀你，于是抹去你额上的黑纹，亲自抚养你，教化你。但是应渊，你要记住，你修罗族的身份绝不可暴露。如果在仙界有人知道你是修罗族的后代，必会杀之而后快。所以，你是仙灵之后，无父无母，记住了吗？帝尊，如今魔族内乱已平，被盗法器尽数追回，已录入了妙法阁。此战，天兵死伤1000，天将折损2名。火德元帅正在天医馆探尾伤员。这100年来，魔界内乱不断，每每累积仙界出手，方可平息。此次更因为思玄和魔族长老暗通款曲，将无数的仙丹送往魔界，才令战事焦灼数月。你此次下界，魔界的玄香可有异动？回禀帝尊，我的一应行动，玄香都鼎力支持。他多番表示自己生性自由，并无野心。我细细的与他接触之后，发现他表里如一，和光同尘，并非伪善之人。邪神玄香若真无野心，便是6界之福了。玄香如此性情，对仙界恐怕是喜忧参半。此话怎讲？玄香，他并不适合做魔界之主，他不喜欢权势，任由长老争权引发内乱。如今魔族看似内耗，但分久必合。若有一方逐渐强大的话，魔尊之位难保不会易主，到时候大战在所难免，还请帝尊做好防备才是。明日起，天机阁天兵处停止一切修牧，皆由你来指挥，绝不能让魔界有可乘之机。是。帝尊，已准备就绪。行行。看见了吧，一个有锦绣仙途的仙官长士。连桓清都曾向我要过此人，却因为一个情字，与魔族中人珠胎暗结，违反天条。受情罚者，若不认错，至死方歇。帝尊，思玄执手数千年，一时被蒙蔽。帝尊，可否饶恕他这次？好，如若他肯认错，死后吾留其元神，允其入夜望川洗净前尘，入凡界为人。思玄，詹姨长老已死，你还有悔过的机会。爱人已死，我岂可苟且偷生？况且，明明是这天条不公，我无悔亦无错。
思璇，你因为情爱失志忘义，还在这信口雌黄，说什么天道无情，你知道吗？天条的守戒为什么是不容有情吗？因为唯有神仙无情，才可保六界平安。应元君，看见了吧？一个情字，一旦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长氏有情，便死伤千万；而如果帝君有情呢？那将是六界的浩劫，没有人可以幸免。你知道，现在六界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？那是因为妖魔冥三界暗流涌动，所有的逆贼正在等待一个机会，在等待你暴露弱点。怎么动恻隐之心了？你今日的不忍，只会生出怯懦，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，你又如何面对呀？帝君，请你即刻杀了我吧！这九重天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你为詹姨受六界之苦，牺牲一切，而那人在死之前从未询问过你的安危，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我不会有那一日。情由心生，帝君难道就无心吗？我求求你杀了我，我宁愿怀着这有情的心死去，也不愿和你们这无情之人同活。我不愿意再受这不公的待遇了。我求你，我求求你杀了我！情法不可违逆，我能做到的，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元神。愿你能渡过忘川，重新开始，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，可以爱，可以为了自己而活。范归君，是你！颜淡，休得无礼。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帝君与范归君是同一人。小仙鲁莽，不小心弄坏了帝君的衣物，还望帝君惩罚。玄仙崖的仙士怎会接触到此物？哦，对了，你的姐姐芷溪是在妙法阁任职？是小仙去拜访姐姐的时候，不小心弄坏了您的玉带，跟姐姐毫无关系，是小仙一人所为，还望帝君明察。损坏腰带没有什么大事，起来回话。多谢帝君。帝君果然大人有大量，小仙日后一定会多多。我说了没有什么大错，但并不代表不罚你。青云，在。偏殿是不是还缺打扫的人手？是。
严旦损坏玉器，性情顽劣，罚其入偃虚天宫侍奉，亲自缝补混元玉带，直到本君满意为止。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唉，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哇，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规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啊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局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啊！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严旦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
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。小人。没想到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犯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芷溪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偃虚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偃虚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哦。芷溪，长侍。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偃虚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？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
唉，四叶汉旦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，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渡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渡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阿晨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两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两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岐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岐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元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我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岐两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。啊，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哇！我的戏文！我的戏文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。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
我之前认识的那条就没有你这么有良心了。看你的装饰吧，确实不像什么仙君仙士，所以你跟我来，当真是因为觉得我戏写得好？是啊。乾隆尊还有尊后的故事，我也很想知道后面到底发展的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九旗呢本来是我们的四海龙尊，我很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情况。你居然知道九旗？哦，我以为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九旗了呢。小伙子，有眼光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。连名字都没有，看来他定是身份微末，处事艰难。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你遇上我，算是你的幸运。以后跟着我吧，只要有我在，保证带你吃香喝辣，做一个快活神仙，怎么样？若非是他在我渡关的危急时刻献出真身相救，我必不会这么顺利的成功化人。既然如此，就算做个跟班也无妨了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当真如此？当真如此啊！你不是还没有名字吗？啊，让我来帮你取一个吧，等着啊。哎，当真如此？嘘。好了。这个名字竟然还不错，是吧？于墨。嗯。我明明写的是于黑土啊！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刚刚从小黑鱼幻化成人形，所以我觉得黑土很适合你。不，这名字未免也太土了吧？还是于墨好听一点。你看啊，是命运让我们相遇，又是缘分让我来看错这两个字，所以我决定往后还是叫于墨吧。虽说有道理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黑土比较可爱朴实啊。不是，还是顺应天命吧，往后就叫于墨吧，好不好？那好吧，就叫这个名吧。帝君，严旦求见。所谓何事？说是腰带补好了，帝君是否一见？叫他进来吧。是。针脚比上次好了一些，但丝线的颜色本君不喜欢，拿回去重新缝。帝君，那你到底喜欢什么颜色？随缘。帝君，您不是着急带吗？我想的是，您把要求说得详细点，这样我就不会日日来打扰了。虽然急，但宁缺毋滥，反正你日后也要天天来。天天来？过来，破局。这盘棋局比帝君给仙君的那盘棋要深色奥妙很多，这是哪个宫的仙官给的？是我自己设计的，你看看，可否能解开？我试试。这9重天的食材啊，可都是可以滋补灵力的。
吃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就说了，我绝对不干偷鸡摸狗的勾当，你还偏要我坐在这儿。切，假正经。哎呀，9重天的这些蛋啊，可都是仙姬所下的，对仙灵会有帮助的哦。当真不吃？那我也不吃，我说不吃就……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说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是不是？我都说了，我的厨艺跟我写戏不相上下，好吧？哎，那你之前排戏的名字叫什么呀？《创世英雄传》。你戏的主角不是9旗吗？你觉得他们是英雄？他们当然是英雄了，在创世之战中，帝尊、4帝君是英雄，9旗一族也是英雄。在我看来，那些籍籍无名的小仙小族，他们只要为战争胜利战斗过、努力过，在我心里他们也是英雄啊。所以，这才是我写这出戏的意义。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原来地崖上那棵昆仑神树，竟然是创世之战后挪移过来的。神族与魔族仅是一线之隔，而且此树灵力太过强盛，4帝君肯定是觉得不宜长期种在魔族，一方以后难以控制。反正我是无法体验大战时那种惨烈了。不过那棵神树，咱们倒是可以去看看。哎，我正有此意。不可！昆仑神树是靠吸收灵力为生的，若是不小心被它捆住，几百年的修为就要废掉。况且，地崖是9重天的禁地，若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受罚的，知道吗？快点，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2位仙友，救救我！你是哪宫的小仙官啊？你怎么被这神树给捆住了？我一时贪玩，误闯了禁地，没想到就被这棵树给缠了。可是古籍上记载，只有对此树施了灵力，它才会主动攻击。你又为何偷偷在此施法呢？我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只是看叶子好看，想取回一片拿回去做书签罢了。小心，他骗我们。啊？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刚刚在撒谎，那树上有刀痕，是不是你弄的？昆仑神树的枝叶既可以制毒，又可以制成灵丹，你一定是偷偷到此的。说，你是哪个宫的仙使？说。不要施法！小心！